袁公主，你昨日是不是又在偷偷秉烛写公文了？袁某昨日闲来无事，便提前把这5日的公文草拟了一下。我在仙魔2界制定的规矩便是，每日40晨工作制。你们若不以身作则，如何让百姓追随效仿？按律行事。公主请息怒，袁某知错了。诸位可听到了？若是违反40晨工作制者，一律削减半年俸禄。弟子遵旨。若无他事，那便退朝吧。公主千秋。睡得如此香甜，可有作何美梦？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司马江，司马江，司马江！说什么这书的香气能够清心禁欲，真敌人体内躁动都是骗人的，而且让我日日梦到你，忘不了你是不是？你那时也是这样承受灵火灼痛的，却常装成没事人的样子。公主如此忧思，会伤身体。当年，师祖为了净化阿燕体内的内丹，不惜燃烧自己的血肉和灵魂，将炼化的灵火注入到她体内，让她坐稳了如今这仙魔共主之位。这份情，她又如何能忘？师祖有情，公主有意。师祖为公主，不惜以血肉炼化灵火，以净化魔丹，导致修为和神魂尽散。公主为让师祖能留下一线生机，不惜强留下师祖的一丝神魂，以秘法祭魂托生，但没有师祖完整的神魂作引，她体内的魔丹也未能彻底清除干净，而她也得日夜的受着灵火的灼痛。师祖的灵魂被烧得只剩一缕，而公主身边又没有找到合适的胎体融合，只能将这一缕神魂放归于天地间，自寻生路。我们阿燕如今也不知道她的师祖身在何处。国师，这碗药定要让他喝下，我们难解他心中之苦，至少可以缓解他身体上的痛苦才好。家里又快没吃的了，
干完手上这票，还得去找点活干。东城路远，早去早回，路上要小心谨慎，莫要伤了自己。知道了，爹。切记，不要暴露了身份。您放心，我这身打扮，为的就是隐藏身份。你莫要嫌为父啰嗦。现在仙魔屏障的破口已经被修复，那就说明司马娇已经苏醒了。他这就行了。所以为父担心他会找到你。如果他先下手，那你就有性命之忧。燕儿，你要是听到任何有关于司马娇的消息，定要找机会拿下他的性命。爹，您说过很多遍了，司马娇是我施家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可现在仙魔两界刚刚打完仗，他也才刚醒，不会那么快找到咱的。在太尉山，你失去了记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司马娇的手段有多么的卑鄙。他为了牢据先父八主之位，以莫须有的罪名，将忤逆他的人赶尽杀绝。想当年，我们施家也拥有着不输于司马一族的能力，被他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太尉山一战，就是他灭我施家的完美杰作，让我们施家从掌门的士族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。况且如今魔域又在肆意的抓捕仙府之人，拾其内丹，我是不得已才闭门不出，枯坐在家。爹，那司马娇再怎么厉害，您不还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把我救出来了吗？那是以牺牲我儿珍惜的性命作为代价的。对不起，爹，女儿说错话了。兄长以性命换回女儿一线生机，女儿自然铭记在心。还有爹，你也是，因为女儿才变成这副模样，女儿不会忘记您的养育之恩，所以这才努力赚钱，争取早日带您离开这魔域。我不用你带我离开魔域，我要你伺机杀了司马娇。但凡爹有点能力，都不用麻烦你去报仇。你懂了吗？把这个戴上，这个面具可以掩盖你的气息，让司马娇没那么容易可以找到你。这都是为了你好，才替你着想啊！今夜月圆，正是洗髓的大好时机。可不可以不洗髓？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就对司马娇束手无策了。哼，燕儿，倒不如这样吧，你把爹爹也交到他的手里，也兴许他能给你留一条生路啊。女儿知道了，女儿会早点回来的。一天天饿得连走出这鹤仙城的力气都没有，还想着复仇。
除非司马教那个大魔头自己跑到我面前来送死，否则我才不去送人头。不然下场可能跟你一样吧。我也真够倒霉的，好好上个班，结果意外死了。穿越来吧，还穿到了这样一个环境恶劣的魔域，活得一日不如一日。但我毕竟占了原主的身体，还是要替他给他爹养老送终的。况且这爹对我吧，也确实还不错，还救过我。哎，这恩情我是要还的。叫了18年的爹，假的也快成真的了。不过我真的打不过司马教那个大魔头啊！你能行吗？我听说你收尸的本事不错，这才大老远喊你来东城的。修爷放心，包你满意。去吧，麻利点。哎，我的好红罗呀！你这平日里不惹事儿，这一惹事儿，偏偏给我弄死个惹不起的主儿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再说，谁让他色胆包天，对我动手动脚了？自己修为这么低，还想与我同修，真是晦气。杀个人是小，关键是把我这招牌砸了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老板娘，听说您遇到麻烦了，这不，我给您送解决办法来了。就这身板儿，能摆平这事儿？就是啊，我看今日这道大菜，你这小胃口，怕是无福消受。欺人太甚！哎，我这同僚虽然长得瘦小了些，但这善后收尸的本事可是一流的。他可是我特地从东城叫回来的。是吗？要不你试试？这事儿不太好办呢。我就知道你办不了。不太好办，不是办不了，是要费些功夫，才能将红罗姑娘干干净净的摘出去。当真能将我摘得干干净净的？明人不说暗话，吃个酱。18块魔石。18块魔石，太贵了，怎么不去乞吧？这样吧，若是今天能将二公子的事情解决的话，我做主，咱们胭脂台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这次能不能就先便宜些？最低价15块。哎，行，哎，就15块魔石，但是这事儿绝对不能外传。在下要布置现场了，做成这2人与二公子斗殴致死，与红罗姑娘无关。过程呢会有些难看，各位请先行出去吧。走吧。老板娘，走吧。这能行吗？走。那就交给你了啊。
师祖，这魔域到处都是这样恶劣的环境，您先暂且忍耐一下，我们今日就在东城歇脚吧。成功啦！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，如何啊？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，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师祖，我想庭燕应该也不想看到您这样伤心难过的样子。你刚刚画的是什么术法？这个叫颜文字，我的专属密码。可爱吧？庭燕，他没有死。师祖，如何？为何感受不到他的踪迹？难道是被什么掩盖了起来？但总归他还活着。说好了啊，这顿得你请。自然自然，15块魔石呢，没有你的帮腔，我也挣不了那么多。是啊，要是我们那抠门的老板娘知道我们俩假装不认识，还联手抬价的话，那我估计她得气死。红罗，你往日从不杀人，今日那二公子怎么回事？他杀了我在胭脂台的姐妹，我本来就只是想多吸他一点阳气，让他难受一点就算了的，谁知道他竟还有力气对我动手，我一气之下就……这样已经算是便宜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别怕，都解决了。这地方尽是些阿杂事，鹤仙城也就名字好听，根本不适合久居。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带你，还有我爹，我们去古雨雾，自在逍遥一辈子。古雨雾，那可是传说中的地方，我还未曾听过有人去过呢。依我看，都是一些骗小孩子的把戏罢了。你有所不知，我在黑市上听到过准确的消息，古雨雾确有其事，只是他疏通的门路代价极为高昂，需要2000魔石呢。是，所以你才这么辛苦的赚钱。但你不是说你其实不是实验吗？你是从什么其他的世界过来的？虽然我也不能完全听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你的爹总归不是你的亲爹嘛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
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钥匙没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！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四时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，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整个庚辰仙府，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师世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啊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，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。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8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呀？你好，我是四时之宫青谷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
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生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。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长们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道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连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燕徒儿，听闻你已经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。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符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师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。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呀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。但听着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3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，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。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庭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
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这便是三圣山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辞葬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挪域的。辞葬道君的辞，不是慈祥的辞吧？500年过去了。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百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霓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。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！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啊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，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熊！前辈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
还跟上，这破工作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的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
100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。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那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教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烨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
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燕，廖廷燕已顺利进山。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她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竟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流入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，从出生起便被灭族。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疯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